李嘉诚的私人医生跟了他几十年。有人问这位医生，首富每天吃什么补品？他想了想，说了一样东西：不是虫草，不是燕窝，不是什么进口保健品，是山楂，几块钱一斤，菜市场门口随手就能买到的山楂。你可能觉得奇怪，一个身家几千亿的人养生靠的是几块钱的山楂，但我想请你先停一秒，想想你自己。你上次去体检血脂那一栏是不是有一条红线？饭后肚子胀、消化慢，是不是已经好几年了？习惯到都忘记这是一种问题，还是说你已经吃了一大堆补品、鱼油、辅酶 Q10、各种维生素，但每次体检那几个数字还是纹丝不动？今天这支影片，我想用最直白的话告诉你3件事。第一，山楂到底凭什么？几千年来一直被中医称为消食第一药。第二，哪几类人吃山楂，吃对了是如虎添翼，哪几类人吃错了反而是帮倒忙。第三，2种老人在家5分钟就能做的山楂食法，今天回去就能试。不卖关子，不绕圈子，因为我知道你的时间比我更宝贵。我认识一位香港的退休老师，姓陈，63岁。退休之后，他开始认真养生，每个月花将近2000港币买各种保健品、鱼油、蜂王浆、进口益生菌，还有一款广告打得很响的心血管配方。他很认真，每天定时吃，1颗都不漏。但1年下来，体检报告上的血脂没有任何变化，消化还是不好，饭后还是胀，晚上睡前胃里还是有一块石头没化开的感觉。直到有一天，她楼下的婆婆82岁，耳聪目明，走路比她还稳，从布袋里掏出一把晒干的山楂，递给她说：我们那个年代哪有什么保健品，就靠这个陈老师将信将疑，拿回家煮了一壶山楂红枣水，饭后喝了1杯。没想到那天晚上胃里第一次没有那块石头。3个月后，他再去体检，血脂的数字第一次往下动了。他给我发消息说，我现在每个月保健品费用不到100块，就是山楂。我把这个故事讲出来，不是要你扔掉所有补品，我只是想说一件事：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被教导贵的才是好的，但身体不认这个逻辑，身体只认识它需要什么。山楂这样东西在中医里被用了超过2000年，本草纲目里说它化饮食、消肉积。现代医学也发现，山楂里含有的黄酮类化合物对血脂、血压、心血管都有辅助调节的作用，但很少有人告诉你，山楂也不是谁都能吃的。有几类人吃了不仅没有好处，反而会让身体更难受。这就是今天这支影片最重要的部分，我请你一定看到最后。在我继续说之前，我想请你做一件事，看看你旁边你的老伴、你的父母、你最近常联络的老朋友，他们有没有这几个情况：饭后容易胀、血脂偏高，或者最近消化越来越差？如果有，把这支影片点个赞，等一下一起看完。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那几类不适合吃山楂的人，可能正好说的就是他们。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山楂是药王，第一反应是笑，觉得这话说得太夸张。山楂不就是糖葫芦上那颗酸酸的果子吗？小孩子爱吃的零食，怎么跟药王扯上关系？但我要告诉你，在中医里，药王从来不是封给最贵的那个，也不是封给最稀有的那个，他封给的是最能解决最多人问题的那个。而山楂在过去2000年里就一直安静地做着这件事。我听过一个故事，讲的是60年前广州一位老中医，他行医几十年，见过各式各样的病人，达官贵人、街头小贩、操劳一生的家庭主妇。每次开完方子，无论药方里写了什么，他最后总会在直角加一句：回去煮点山楂水喝。病人问他为什么，他放下毛笔说了一句话：因为你买得起也用得上。这句话
我越想越觉得有重量。买得起，这是对普通人的尊重。好的医学从来不应该只属于有钱人用得上，这才是核心。不是所有名贵的东西都对你的身体有用。这位老中医开了几十年药，最后发现，真正能帮到最多人的，往往是最普通的那几样山楂，就是其中之一。山楂在中医里的记载，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。到了明朝，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里写得清清楚楚：山楂化饮食，消肉积，行节气，健胃宽膈，消血脾气快。你不需要读懂每个字，我帮你翻译成白话：吃太多积食了山楂管，吃太多肉油腻消化不动，山楂管气血不顺，有瘀滞山楂管，胃口不开，没食欲山楂管。光是这几件事就几乎覆盖了50岁以上的人饭桌上最常遇到的所有问题。这不是巧合，这是2000年里无数医生和病人用身体验证出来的经验。2000年没有被淘汰的东西本身就是一种证明。当然我知道你可能会说，古人的话现在还算数吗？算，而且现代医学已经替古人找到了理由。研究发现，山楂里含有几种对中老年人特别关键的活性成分。第一，黄酮类化合物，这是山楂最核心的成分。研究显示，它能帮助扩张血管，改善心肌供血，对轻度高血压和心血管亚健康有辅助调节作用。第二，山楂酸与有机酸，这是山楂酸的来源，也是它促进消化酶分泌，帮助分解脂肪和蛋白质的关键。吃完一顿大鱼大肉，胃里觉得顶住，就是这个成分在帮你工作。第三，膳食纤维，山楂的膳食纤维含量相当丰富，有助于肠道蠕动，改善中老年人普遍存在的便秘问题，同时对稳定饭后血糖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。这3种成分加在一起，你再回头看那位老中医说的话，消食、消肉积、活血、健胃，你会发现他那时候虽然不知道黄酮这个词，但他说的每一件事，现代医学都替他找到了答案。这让我想起李嘉诚说过的一句话：真正的智慧不需要复杂的包装，简单才是最难被推翻的。我要特别说说为什么山楂对50岁以上的人意义更不一样。人过了50，身体悄悄开始做几件事，消化酶分泌减少了。年轻时一顿火锅，第2天照样生龙活虎。现在同样一顿，胃要花2倍的时间才能消化完。不是你变懒，是消化系统的效率自然的退场了。血脂开始悄悄爬升，不是因为你吃得更多，而是身体代谢脂肪的能力在下降。很多人50岁之前血脂正常，50岁之后每年体检那条线都在往上移，气血循环开始变慢，手脚容易凉，早上起床容易僵，伤口愈合比以前慢，这些都是气血循环下降的讯号。而山楂恰恰在这3件事上都有对应的作用。这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神药，我从来不相信世界上有这种东西。这只是一样东西，在正确的时间遇上了正确的身体。50岁的身体和山楂之间有一种安静的默契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已经心动了，想着今天就去买一包山楂回来。但先等一下，山楂好，这是真的，但好东西不等于适合所有人的好东西。下一章我要告诉你一件很多人从来没有认真想过的事。同样是吃山楂，有人吃出了气色，有人吃出了胃痛，差别不在山楂，在于你是哪种人。我希望你在知道山楂有多好之前，先知道它是不是适合你。有一种事情在医院里每天都在发生，病人拿着体检报告走进诊室，医生指着几个飘红的数字说：你要注意饮食了。病人点点头，走出去，回家继续吃一样的东西。不是不想改，是不知道从哪里改起。今天这一章
我不跟你说大道理，我只想告诉你，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人符合以下4种情况其中之一，山楂可能正是你这几十年来一直放在菜市场没有拿起来的答案。第一类是饭后积食、消化退化的人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年轻的时候，一顿火锅加宵夜，睡一觉起来什么事都没有，现在只是一顿普通的晚饭，吃完之后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，胀到睡不着。这不是你的错，这是身体的消化酶。在50岁之后悄悄开始退休了。台北有一位退休工程师，姓林，61岁，他儿子带他跑遍了台北的肠胃科，每次检查结果都说没有大问题，就是消化慢，容易胀气。医生说这是老化，没有特效药。最后是诊所旁边一位老药师随口说了一句：你试试饭后喝点山楂水。林先生抱着反正没什么好损失的心态试了2周，他后来对家里人说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顺了，那块石头没了。山楂里的有机酸能直接促进胃液和消化酶的分泌，简单说就是帮你的胃加速发动。尤其是吃了大鱼大肉之后，山楂分解脂肪和蛋白质的效率在所有常见食材里几乎找不到对手。如果你饭后总是胀，吃山楂不是养生，是在帮你的胃做它已经做不动的事。第二类是血脂偏高，体检报告有红线的人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上一次体检胆固醇或三酸甘油酯那一栏是不是有一个向上的箭头？很多人的回答是有，但医生说还没到要吃药的程度，然后就把报告放进抽屉，等下一次体检。香港荃湾有一位婆婆，姓黄，68岁，血脂超标已经7年了，每年体检都是同一句话：临界值继续观察。她女儿急，她自己倒不急，没叫我吃药，应该没事。直到女儿把1包干山楂放在她茶几上，说：阿妈，你就当喝茶，每天饭后泡1杯。黄婆婆喝了半年再去体检，医生说这次好一点，继续保持。她回家跟女儿说，那包山楂你再帮我买几包山楂中的黄酮类成分和山楂酸，已被多项研究证实能辅助抑制胆固醇合成，促进脂肪代谢。它不是药，无法取代医生开的降脂药，但对于血脂处于临界值还没到需要用药程度的人来说，山楂是目前最温和、最日常也最容易坚持的辅助选择。体检报告上那条红线不是用来忽略的，它是你的身体在说我需要你做点什么了。第3类是轻度高血压需要日常调理的人。高血压是50岁之后最沉默的一个问题，它不痛不痒，很多人甚至没有任何感觉，直到某一天头晕了，或者体检数字让医生皱起眉头，才意识到这件事已经积累了很久。新加坡有一位潮州籍的老伯，姓蔡，70岁，从年轻做生意，习惯口味重，应酬多，退休后血压一直在高标准边缘徘徊。医生叮嘱他少盐、少油、少压力。他跟太太说，少盐少油我做得到，少压力，我退休了还有什么压力？是他太太开始每天给他泡山楂茶，说是老家的习惯。3个月后，蔡伯的血压数字第一次稳定地落在正常范围里。他说明明是退休了，真的没压力。他太太笑而不语，继续泡茶。山楂中的黄酮成分有助于扩张外周血管，降低血管阻力，对轻度高血压有温和的辅助调节作用。需要再说一遍，山楂不是降压药，不能替代医生的处方，但作为日常饮食调理的一部分，它是一个安全、可持续、几乎没有副作用的选择。最好的调理是每天都做得到的那种。第4类是久坐少动、气血循环不畅的人。退休之后，很多人的生活节奏变成了这样：早上睡到自然醒，坐着看报纸；上午坐着看电视；
下午坐着跟朋友打牌或聊天，晚上吃完饭继续坐着。这不是懒，这是人很自然的状态，但身体不喜欢这样。马来西亚吉隆坡有一位退休教师，姓陈，65岁。他退休后最大的困扰是手脚容易冰冷，早上起床全身僵，脸色越来越暗沉，去看医生，说没有大碍，去看中医，说是气血不畅，开了一堆补药。陈老师吃了2个月，觉得太麻烦，慢慢就停了。后来他加入了社区的晨运小组，带队的师傅每天运动后会煮一壶山楂姜茶给大家喝。喝了1个月，陈老师说奇怪，手脚没那么冷了，整个人也比较有气色。山楂的活血化瘀功效在中医里是有明确记载的。对于长期久坐、活动量不足的中老年人，山楂能帮助改善微循环，让气血重新流动起来。它不能替代运动，但对于那些知道要动但就是动不了那么多的人，山楂是一个起点，不是终点。它帮你的身体先暖起来。说到这里，如果你符合上面4类情况之一，我希望你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答案。但接下来我要说一件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事。因为每次我讲到山楂的好处，总有人听完就立刻去买，回来抓一把就吃。我理解这种心情，但这样做有时会让你后悔。有几类人吃山楂非但没有帮助，反而会让身体更难受。下一章我会用最直接的话告诉你，你是不是其中之一，请你一定要看完。山楂很好，这是真的，但好东西不代表人人都能放心吃。这句话很简单，却常常救人。很多人只记得山楂能消食、能活血、能帮助调理血脂，却忘了它本身也有酸性，也有活血的特性。吃对了，它是帮手；吃错了，它就会变成负担。先说最常见的一类，如果你本来就容易胃酸多、胃痛、胃溃疡，或者吃完东西常有火烧心的感觉，那山楂就不能随便吃。因为山楂本身偏酸，会刺激胃酸分泌，对正常人来说，这可能刚好帮助消化，但对胃本来就敏感的人，这种酸可能就是一种负担。一位高雄的退休伯伯，70出头，觉得山楂能消食，于是每天饭后都吃1小把。一开始觉得很顺，后来却开始胃灼热、反酸，晚上甚至睡不好。后来医生问了半天，才发现他本来就有胃食道逆流。医生只说了一句：不是山楂不好，是你的胃先受不了这个酸。所以这一类人真的不能只看别人吃了有效就跟着吃，身体不是别人的复制品，同一样东西放在不同人的身上，结果会完全不同。第二类人要特别小心，就是孕妇。山楂在传统中医观点里有活血化瘀的作用，部分情况下还被认为可能刺激子宫，所以对怀孕中的女性，尤其是孕早期，本来就不建议大量食用山楂。这件事不能掉以轻心。很多人怀孕后胃口不好，听人说山楂开胃，就自己泡茶，自己买果干。但孕期不是平时，不能拿我以前吃过没事来当标准。这个时候宁可少吃，也不要逞强。真正的谨慎不是害怕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停。第三类人常常最容易被忽略，就是正在服药的人，特别是一些长期在吃降脂药、降压药、抗凝血药的人，更不能把山楂当成想吃就吃的日常零食。因为山楂本身有辅助调节血脂、影响循环的作用，和某些药物一起使用时，可能会增加身体反应的不确定性。这不代表一定会出事，但这种东西最怕的不是大问题，最怕的是你以为没事。只要你正在长期服药，尤其是心血管类药物，吃山楂之前最好先问医生，别自己猜。一位台中的老先生血脂偏高，平常有规律吃药，朋友说山楂好，他就每天饭后再泡一大杯山楂茶。后来他觉得头有点晕，胃也不太舒服，
才去问医生。医生看完他的用药表，只回了一句：“你不是不能喝，是不能这样乱喝。”这句话很多人听了才会醒，不是所有天然的东西都能和药物随意混在一起。第四类人其实很常见，就是空腹吃山楂的人。很多人看到山楂有益健康，就早上起床先吃几颗，觉得这样最有效。其实不一定，山楂酸味重，空腹吃的太多，容易刺激胃黏膜，特别是本来就胃弱的人更容易不舒服。正确的方式通常是饭后适量食用，让它帮助消化，而不是拿空着的胃去直接接它的酸。有些养生方法看起来很积极，其实是把自己往不舒服的方向推。养生不是越早越好，而是越合适越好。还有一类人也要特别留意，就是糖尿病患者。山楂本身并不是高糖水果，但市面上很多山楂制品为了好吃，会额外加糖、加蜜、加糖浆，这对血糖控制来说就不是好消息了。另外，糖尿病患者的饮食管理本来就需要稳定和精准，不是不能碰山楂，而是要看形式、看分量、看搭配，新鲜山楂、干山楂、山楂茶、山楂糕，这些差别很大。尤其那种甜到像糖果一样的山楂制品，很多人以为自己在养生，其实是在吃糖。一位新北市的大姐，糖尿病控制的还不错，她以为山楂健康，就买了山楂糕当零嘴，结果吃了几天，血糖数字往上跑，自己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。后来营养师看了她吃的东西，摇摇头说：“你不是在吃山楂，你是在吃糖。”这就是很多人最容易踩的坑，名字健康不代表内容健康。所以山楂这东西真正厉害的地方，不是它多神，而是它很朴素、很常见，却刚好能帮到很多中老年人。但前提是你得先知道自己适不适合。如果前面几类人你都不是，那下一章我会告诉你2种在家就能做的山楂简单做法，不复杂，不花钱，也不需要什么特别工具。很多人想养生，最后败在太麻烦。真正能长久的，往往都很简单。很多人一听到养生，脑子里先想到的不是厨房，而是药房。其实不是，真正能长久做下去的养生，从来都不复杂。它不需要你记住一堆名词，也不需要你花很多钱，它只需要你愿意在家里煮一壶热水，慢慢把身体照顾回来。第一种做法很简单，就是山楂红枣茶。你只要准备3样东西：干山楂、红枣、热水。如果家里还有1、2片老姜，也可以一起放进去。做法也很简单，干山楂5到8片，红枣3颗去核，放进锅里，加水煮开后转小火炖15到20分钟就可以。如果想口感温和一点，可以加一点点冰糖，但不要太多，这样煮出来的茶酸里带甜，对老人家来说不会太刺激，也比较容易接受。这种茶最适合饭后喝，饭后容易胀气的人、消化慢的人、平常胃口不好的人都可以试试。红枣有一点温补的作用，山楂负责帮助消化，2样放在一起，味道不冲，性子也不急。尤其是晚饭吃的比较丰盛的时候，饭后半小时喝1杯，很多人会觉得胃里比较轻松。第二种是山楂醋，这个做法比较适合喜欢酸甜口味，也想把山楂做成家里常备品的人。但注意，这种做法重点不在多喝，而在少量长期当调味。做法很简单，干山楂或新鲜山楂洗净，去核后放进干净玻璃罐里，再倒入适量米醋或水果醋，醋要完全盖过山楂，密封后放阴凉处，大约泡上1到2周就可以开始取用。喝的时候不要直接大口喝，可以兑温水稀释，或者拿来拌菜暂食，这样既保留山楂的酸香，也不会太刺激胃。山楂醋
适合平常吃东西偏油腻、口味重，又想找一个方便保存的方法的人，特别是一些年纪大了、饭量不大，但又常常觉得胃口不开的人，少量山楂醋有时会让食欲变得更好一点。高雄有一位60多岁的阿姨，喜欢自己在家做小菜，她把山楂醋做成常备品，吃卤味、烫青菜、凉拌豆腐的时候会加一点点。她说原本只是想换个味道，没想到家里人都觉得开胃。后来她女儿回家还特地问她：妈，你最近怎么看起来精神比较好？她笑着说：我也没做什么，就是把以前那些太复杂的东西换成了简单的山楂醋。真正的价值不只是酸甜，它是把一样平凡的东西变成可以长久留在家里的日常。你不需要每天想着养生，你只要让它出现在餐桌上，慢慢就够了。最有用的食补往往不是补得很猛，而是你愿意一直做。山楂这东西说到底不神秘，它不贵，不难买，也不复杂。真正重要的不是你今天记住了多少养生知识，而是你愿不愿意把一件简单的事长期做下去。对适合的人来说，它是日常里的小帮手；对不适合的人来说，它也提醒我们，养生第一步永远是先了解自己的身体，简单才最容易坚持，能坚持才真正有用。如果你觉得这一集有用，别只看完就走，先加成养生道，点个赞，订阅一下，再在评论区打一个山楂。后面我会继续整理出更多适合中老年人的简单养生方法。